京都係日本嘅古都，最能夠感受古代日本氣氛嘅地方就係較遠離市中心嘅南山，一年四季吸引大量國內外嘅遊客。南山喺千年之前嘅平安時代係貴族嘅灑落勝地，春天嘅櫻花，夏天嘅竹林，秋天嘅紅葉，冬天嘅雪景，仲有世界文化遺產嘅寺院。南山可以講得上係日本最強嘅觀光勝地。旅遊區總會遇到一個宿命，就係變得商業化，四周都充滿消費活動。但京都嘅南山正正就係旅遊區而成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個昔日係貴族灑落嘅熱點，環境獲得特別嘅保護，不損昔日嘅風情，甚至過分保護導致不便。最深日本今集為你介紹南山鮮為人知嘅魅力。代表南山嘅渡月橋係一道好特別嘅橋樑，任何旅遊書都會以渡月橋嘅景色嚟介紹南山呢個地方。除咗個景靚之外，你仲知唔知道有其他嘅原因呢？中意南山嘅遊客好多都會揀春天同埋秋天睇粉紅色嘅櫻花同埋紅色嘅秋葉，尤其係橫跨大堰川上面嘅渡月橋一帶，簡直係絕景啊！不過有一個大部分遊客都會忽視嘅景色，我想喺呢度為你介紹啊，就係呢一條渡月橋。的而且確呢條橋好長，好有日本嘅特色。南山之所以獲得世界各地遊客嘅歡迎，就係多得呢條咁含蓄嘅古橋。先帶你行一行呢條橋先啦。你冇發覺呢條橋有咩特別呢？由阪急電車南山站出發向南山中心行嘅話，必定會經過呢條渡月橋。遊客行到橋嘅前面，會以背面嘅南山為背景去打卡啦。多數旅遊書同埋電視節目會用呢個角度嚟介紹南山。渡月橋充滿咗日本人嘅智慧同埋心血。如果你睇咗咁耐都發覺唔到渡月橋有咩特別嘅話，咁就代表背後付出努力嘅人冇白費佢哋嘅心機。為咗保護南山嘅美景，渡月橋花咗唔少嘅心思。流過嘅大堰川雨季水流急速，條橋曾經都俾河水沖走，加上呢條橋可以俾車輛駛過嘅，所以呢條橋唔可能係木做嘅。外表睇上去呢條橋根本就睇唔出係一條鋼筋水泥做嘅橋。兩邊嘅欄杆係以日本嘅柏木做嘅，橋身兩邊都用木包住。如果唔係細心留意嘅話，根本就察覺唔到呢一條橋唔係一條木橋。確保安全之外，亦都保留咗昔日嘅影子。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心思，睇咗條橋咁耐，你冇發覺視界好清晰，冇嘢擋住去睇周圍嘅風景？原因就係橋上面冇高高嘅街燈。之前我為你介紹心齋橋，橋嘅兩旁都有高過2米嘅街燈。如果一支又一支街燈插喺渡月橋上面，代表南山呢個角度嘅風景就大為失色。只係10幾20幾條嘅街燈就影響咗南山整體嘅氣氛。拎走高高嘅街燈好似唔係一件難事，不過背後都隱藏住一啲失敗。初代渡月橋誕生喺9世紀，有成1000年以上嘅歷史。當時橋身嘅位置同而家有啲唔同嘅，原本嘅位置就比而家較為近上游大概100米。17世紀嗰陣時改變，就搬到嚟而家嘅地方。幾經火災同埋洪水嘅洗禮，而家嘅橋身就喺1934年重建落成。喺1994年至到2000年進行咗維修嘅工程，為咗避免影響一帶嘅景觀，加上1997年簽訂咗京都議定書，京都市政府推廣環保啊，竟然冇設置街燈。渡月橋附近只有一條河，冇住宅又冇商店，可以想象當時係要摸黑過橋。如果女士過橋嗰陣時迎面有男人走過嚟，真係俾人摸咗都唔知咩事啊！另外仲有車輛駛過，其實都幾危險嘅。部分市民要求加建街燈，但解決唔到景觀同埋環境嘅問題，市民嘅要求未獲採納。到咗2004年，京都觀光團體之一嘅南山保盛會提議以水力發電為大前提嚟增設街燈。京都生態運動中心接受咗呢個提議，利用大堰川嘅水流嚟發電。喺遠離渡月橋一小段路嘅位置，可以揾到白色外殼嘅水力發電機。呢度嘅河底啱啱好就有一級，就利用呢度嘅高低差嚟發電。近商店嗰邊嘅橋嘅旁邊有告示牌介紹工程同埋顯示發電量。相信全世界除咗我之外，冇人會去睇呢個告示牌。另一方面，點樣去解決一支又一支高高街燈嘅問題呢？入夜之後，我嘗試橫過渡月橋，但係過橋嗰陣時並唔係漆黑一片嘅，係有照明嘅。
原來兩邊各有一排街燈分隔馬路同埋行人路，矮矮嘅街燈解決咗影響景觀嘅問題，採用 LED 消耗電量少同埋唔會太光。街燈嘅燈光就為人力車哥哥帶路，幫助佢拉車帶客人過橋。燈光係紫色嘅，呢個係代表京都嘅顏色。遊客們喺渡月橋影相，欣賞四周嘅景色，展現燦爛嘅笑容。呢一個並唔係理所當然嘅，要維持景觀嘅質素並唔容易啊！渡月橋係重視保護昔日景觀京都人嘅心血結晶。流過渡月橋嘅大堰川，離橋唔遠嘅地方可以睇到有遊客喺度撐藍色嘅小船。千年前平安時代嘅貴族就喺呢條河上面撐船吟詩。喺船仔上面可以近距離欣賞櫻花同埋紅葉，1個鐘頭只需要1500yen，不妨去感受一下古時貴族嘅氣氛啦。我行過租船仔嘅地方，偶然發現咗星野集團高級旅館紅直落亞京都嘅專用接駁船。原來要去旅館要搭專用嘅小船，大概搭15分鐘。呢一個應該係現代高級貴族嘅享受。一到紅葉季節，坐嵯峨野遊覽小火車成為南山最受歡迎嘅節目。小火車唔少人都搭過啊！佢嘅路線就喺寶津峽上面，呢條路線沿途都係一段溪谷嚟嘅，下面流過就係大堰川上游嘅寶津川。呢一度又有另外一個貴族嘅玩樂啊，就係寶津川順流遊覽船。點解稱得上係貴族級嘅灑落呢？首先就係個價錢啊，每位收成4100 yen，一啲都唔平啊。第二就係個船程，全長16公里，由上游嘅起點至到終點嘅渡月橋需要成個半鐘。而第三就係愛德華八世等等嘅英國皇室成員，另外仲有羅馬尼亞皇室嘅成員都慕名而來。而最珍貴嘅就係承傳400年撐船技術嘅船夫，為遊客介紹整個旅程。寶津川昔日係水運嘅路線，喺1200年之前已經用嚟運木材去建造長岡京，即係當時日本嘅首都。另外啲木材都有用嚟建造大阪城。17世紀京都商人開鑿寶津川，鑿走河裏邊嘅大石，方便由上游嘅丹波運送大米、小麥、生炭等等嘅物資去到京都。而配合河道嘅改變，佢亦都重建咗渡月橋去到而家嘅位置。寶津川水流急喘，要靠船夫技術補救，先至可以令貨物安全運到京都。大概去到140年以前，開始咗寶津川順流遊覽船，其中一個目的就係避免船夫嘅技術失傳。呢個貴族級嘅灑落，每年吸引咗30萬名遊客嚟體驗船程。知道咗寶津川嘅魅力之後，我覺得4000 yen 雖然唔係平啊，但係都值得體驗一下。我會邀請埋屋企人一齊搭船，感受被櫻花同埋紅葉包圍住嘅異空間旅程。最後你有冇一個疑問，就係寶津川順流遊覽船嘅船點樣翻返去上游呢？唔通係啲船夫係咁發力撐翻上去上游？遊覽船去到下游之後，就會用吊車吊翻上去貨車上面，就好似呢度呢3艘船咁樣一齊運翻去上游。好彩我可以親眼睇到運送嘅過程啊！精彩嘅台前總需要默默努力幕後工作人員嘅支持。而渡月橋往上游100米嘅地方，近旅館紅直落亞京都，有一座為悼念開鑿寶津川而喪命工人嘅大悲國千光寺，亡靈都會喺山上面看守住自己親手開鑿嘅寶津川。同櫻花紅葉睇齊嘅南山景點就係竹林小徑，小徑兩旁都長滿咗綠竹。畫面裏面睇到嘅一大片竹林唔係好常見啊，但係亦都唔係好罕有。竹林真正嘅價值就要親身到訪先至可以感受到。去竹林必定要揀較少遊客嘅時候去先有意思。喺好多人好擠迫嗰陣時行過竹林，呢一條竹林小徑就會變成一條好普通嘅路。細心聆聽微風吹過竹林嗰陣時竹葉互相摩擦嘅聲音，就係享受竹林嘅理想方法。盡可能去揀清晨或者入夜之後去竹林度遊一遊。不過入夜嗰陣時要留意一下，四周都冇街燈嘅，伸手不見五指，有啲令人心寒啊！好在行喺前面嘅哥哥開住手機嘅電筒為我帶路啊，真係好多謝佢。而每年12月嘅中旬會舉辦南山花燈路，竹林小徑會有亮燈嘅。
為咗避免擠迫，喺南山食晚飯，等到8點之後先去行竹林小徑，可能會好少少啊。我亦都揾到另外一個感受竹林美景嘅方法。竹林之間有一個 JR 初峨野線同埋初峨野小火車嘅平交路，呢一個景好罕見嘅。等火車經過嗰陣時，應該可以影到一張好靚好珍貴嘅相片。而唔單止係人啊，連貓都識得享受竹林，霸住一個周圍都冇人嘅靚位，靜靜喺度冥想。世界上最古舊嘅小說《源氏物語》，你應該有聽過。故事嘅舞台就係1000年之前嘅京都。故事講述主角光源氏呢個靚仔點樣風流，點樣去同唔同嘅女性搞關係。竹林裏邊就係有一個地方喺《源氏物語》裏邊出現過，呢一度就係夜宮神社。夜宮神社呢個地方本來係為被挑選中皇室女性去伊勢神宮擔任祭祀工作之前淨身嘅地方。源氏物語裏邊，光源氏嘅女友就被挑選中要去到伊勢神宮，而困喺夜宮神社裏邊啊。光源氏就喺深秋嘅某一個晚上，偷偷地去到夜宮神社見一見呢個女友，同埋同佢道別啊。係故事裏邊好感人嘅一幕，所以夜宮神社就出名求姻緣。嗰位女士去到夜宮神社嗰陣時，要求神去阻止男友或者老公好似光源氏咁樣不斷去找新嘅獵物。夜宮神社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喺入口嗰度樹立咗一座黑色嘅鳥居。呢一款鳥居就係日本最古老嘅鳥居。鳥居嘅材料就係麻礫，冇經過剝去樹皮就製造成鳥居。呢一個做法係鳥居裏邊最古老嘅做法嚟嘅。以往每3年就會更新㗎啦。不過近年麻礫好罕有啊，你唔容易得手。而家黑色嘅鳥居就係獲得4國嘅公司捐贈德島縣劍山出產嘅麻礫而做嘅。鳥居上面都搽咗一啲保護物料去防止腐化。喺呢度可以睇到日本全國互相合作去保護文化嘅精神。就算冇櫻花冇紅葉，南山嘅魅力一啲都唔會遜色。通過竹林就會去到初峨野小火車嘅南山站。點解觀光用嘅列車離南山市中心咁遠嘅呢？初峨野小火車喺興建嗰陣時同而家係完全唔同嘅。頭先介紹咗嘅寶津村昔日係運送木材同埋貨物嘅咧。初峨野小火車嘅路線其實喺1897年嗰陣時已經通車，當時係稱為京都鐵道，係貨運客運兩用嘅路線嚟嘅。呢條鐵路最主要嘅目的就係連接京都市中心同埋另外一邊日本海嘅城市。最近南山市中心嘅初峨站大概都離開成15分鐘步行嘅路程。當初呢條路線唔係太過重視南山嘅觀光。京都鐵道通車之後，寶津村貨運嘅需求轉移到較快而且更有效率嘅京都鐵道。寶津村嘅船夫因應時代嘅轉變，轉型為觀光嘅遊覽船。京都鐵道後來俾國鐵收購咗。到咗1989年，因為路線要電氣化同埋複線化嘅關係而興建新嘅路軌。舊有嘅路線就改裝成為而家初峨野觀光鐵道，成為日本首條觀光專用嘅火車路線。開放式嘅車卡係改裝自昔日貨運用嘅車卡。通車2年之後，喺竹林裏邊嘅南山站亦都落成同埋啟用。初峨野觀光鐵道而家成為咗南山觀光嘅人氣景點，每年吸引超過100萬遊客乘搭。喺寶津村立足嘅寶津村遊覽船同埋小火車，渡過咗環境轉變嘅難關，成功轉型脫變為人氣景點，支持住南山嘅旅遊業。佢哋嘅故事好有啟發性嘅，希望有機會再為你介紹啊！再補充少少，總站設置喺南山中心嘅南殿，係連接京都市中心同埋南山嘅郊外型遊覽火車。另外仲有渡月橋對岸南山站嘅阪急電鐵，呢條路線嘅目的就係運載大阪同埋神戶方面嘅居民去到南山遊玩。喺南山道總共有3個火車站，佢哋各有目的。喺仲未有火車通往南山嗰陣時，南山嘅交通好唔方便，亦都唔係好多遊客會專登走去南山度玩。同八坂神社同埋清水寺呢一個東山地區相比，西山地區嘅初峨南山缺乏吸引力。喺通往南山嘅火車開通之前，初峨村長列出咗4個原因去解釋初峨南山點解缺乏吸引力啊。第一就係同東山相比，初峨南山離市中心咧比較遠啦。第二，名勝保養同埋經營都欠佳。第三，女郎人數少。哇，呢個真係好有日本 feel 啊！而
而第四就係除咗藍山之外，其他鄰近嘅景點知名度都好低啊。呢度佢講嘅女郎就係形容為識得講嘢嘅花，呢個表達方法都幾得意。所以火車對藍山嘅發展有好大嘅影響啊。仲有100年之前，日本人會以女郎嘅人數嚟到判斷觀光勝地嘅吸引力。研究八坂神社同埋岐縣附近嘅藝伎，應該好有趣啊！大部分去藍山嘅遊客一落咗車就會去世界遺產天龍寺附近嘅市中心地方度玩啦。喺渡月橋背後嘅藍山卻往往遭到忽視。一直有提及嘅渡月橋之前係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法輪寺橋。喺700幾年之前，龜山天皇睇到明月好似喺度過橋嘅景色，就將法輪寺橋改名成為渡月橋。法輪寺橋嘅命名原因就係附近有一座寺院法輪寺。阪急藍山站落車，橫過渡月橋之前，去到呢一邊就會經過渡月小橋。呢一度係一個唔錯嘅打卡位置，喺好逼人嗰陣時可以嚟呢度睇睇啊。再行過少少嘅話，就會睇到溫泉旅館嘅渡月亭。秋天嗰陣時入口嘅景色都好靚嘅。再行過少少，我見到一條好暗嘅樓梯，我之前都冇留意呢一帶嘅，我就鼓起勇氣跟住條樓梯上去睇睇有咩嘢啦。上完一大條樓梯之後，就會見到法輪寺啊！一向左望，哇，呢度真係好靚啊！一條大樓梯就係通往正門嘅，紅葉同埋寺院裏邊嘅景色真係配合得一流啊！避開人流去呢度睇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再向另一面行呢，就會見到一個新起嘅地方，喺呢一度可以望晒成個藍山嘅景色，簡直係唔可以相信呢個地方係免費嘅。而大部分嘅旅遊書只會用幾行嘅文字嚟介紹法輪寺。嚟到藍山跟住啲人流行，未必係一個明智嘅行動啊！落翻山再向前行一行，就會見到馬騮公園啊！點解喺呢個觀光勝地會有一個馬騮公園嘅呢？咁奇怪嘅，點解要起喺呢度呢？原來藍山呢一帶以前大概係火車通車之前呢，呢一帶好多地方都係一大片田野嚟嘅。當時京都市中心長大嘅人認為西山即係嵯峨南山呢一帶呢，係充滿馬騮嘅鄉村地帶嚟嘅。要去藍山馬騮公園去睇馬騮呢，並唔容易啊！要上山行成20分鐘嘅山路先至去到馬騮公園。高高在上嘅呢一班馬騮，可能先至係藍山呢一帶嘅主人。藍山景點無數，中心地區仲有世界文化遺產嘅天龍寺。毫無疑問，春秋兩季天龍寺裏邊都可以睇到櫻花同埋紅葉。不過呢啲景色都唔係天龍寺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嘅價值所在。我喺呢度會介紹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天龍寺少少嘅心得啊。天龍寺興建喺14世紀，當時嘅天皇同埋武士互相對抗鬥爭，去爭權統治日本。後醍醐天皇同埋將軍源賴朝所創嘅鐮倉幕府互相對抗啊。後醍醐天皇就命令另一個出名嘅武將足利尊氏去討伐源賴朝所創嘅鐮倉幕府，並且獲得成功，擊敗咗鐮倉幕府。天皇就拎翻實權啦，但係竟然之後採取新嘅政策，將權力都集中喺天皇嗰度。另一方面就降低武將嘅地位啊。立咗大功嘅武將足利尊氏當然好不滿啦，佢就同後醍醐天皇搞對抗，仲將天皇趕到去奈良嘅吉野添啊。過咗冇幾耐之後，後醍醐天皇就駕崩。呢位武將足利尊氏為咗俾天皇安息，就興建咗天龍寺，並且喺寺裏邊建立最靚嘅庭園。天龍寺嘅庭園曹園池庭園嘅美景保存咗700年。曹園池庭園以附近嘅藍山同埋龜山作為背景，連成一個景色。運用咗呢個手法嘅庭園就係叫做借景式庭園。呢一個庭園具代表性，所以就獲得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古京都遺跡嘅其中一部分。去天龍寺嘅話，一定要去曹園池庭園度睇一睇。坐喺方丈嘅前面，方丈只係呢一座好大嘅書院啦。坐喺呢度靜靜咁樣欣賞曹園池庭園嘅景色，細心咁樣感受700年前嘅日本。冇人去介紹點樣去欣賞世界文化遺產嘅話，根本就無從入手，好容易就錯過咗世界最有價值嘅文化遺產。喺藍山另外一座寺院大覺寺，歷史比天龍寺更加悠久。相比起曾經燒毀咗8次嘅天龍寺，大覺寺保存得非常之好。喺寺裏邊更加藏有國寶
後禺多天皇御手印為告，真係印有天皇嘅手印啊，好犀利！但係竟然大國寺未獲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喺古京都遺址成功登錄成為世界文化遺產20週年嗰陣時，舉辦咗高峰會啊！有專家問及點解大國寺唔係世界文化遺產嘅一部分，原來原因就係大國寺嘅建築物並唔係國寶啊！但係世界其他嘅地方根本係冇一個類似嘅規定，冇國寶都可以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嘅。喺呢一度就令到有關嘅單位重新評估申請世界遺產嗰陣時嘅條件啊！日後古京都遺址同埋其他日本嘅世界遺產都可能有變動。另外，未獲得列入世界遺產並唔代表參觀嘅價值比較低。最深日本系列希望盡量為你介紹京都同埋其他日本嘅文化，去提高你去日本旅遊嗰陣時嘅質素，唔好走馬看花。嵐山嘅魅力數之不盡，淨係渡月橋啊，用30分鐘都唔能夠去數盡佢嘅魅力。知道咗嵐山以前係古代貴族灑落嘅地方，同埋古代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嘅舞台之後，你下次去到嵐山嗰陣時，可能會心郁郁，換一套和服，試搭下人力車，感受一下充滿古代京都傳統氣氛嘅嵐山。櫻花紅葉，度度都有得睇。寶津村嘅遊覽船同埋竹林，就淨係嵐山先至可以揾到。識得京都嘅歷史而去遊京都，必定可以享受更高質素嘅旅遊。千幾年歷史嘅京都，相比起400年歷史嘅東京複雜好多，要逐一去理解京都嘅故事並唔容易。我趁住喺京都嘅時間，希望盡量簡單咁樣介紹京都各處嘅魅力，同埋各個充滿戲劇性嘅故事。